我是从2016年7月份开始，就是直播帮助流浪的人回家的。我走过了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云南、四川等很多地方。通过直播嘛，陆陆续续的，每天会有朋友辨别流浪者他们讲话的口音呢，他们还会去转发照片呢，或者联系那边呢，通过这样的接力，然后帮助他们回家。我们一共帮助了56位，成功回到了家。原先我就是摆地摊嘛，然后到处跑。在16年的6月份的时候，让我看到一个流浪者，然后当时他是没有穿鞋子，让我联想到很多事情。我一个人当时哭了很久，因为我以前有个哥哥，从小患有癫痫，后来走丢了，找了3天3夜，后来找到他了，他当时就不行了嘛，过世了。那时我10岁，他17岁，所以当我看到流浪的人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帮助他们团聚，我要帮助他们回家。有很多流浪者，他们会沿着国道到处走，有的在那个荒废的大楼里面呢，桥底下。如果他天天在那里住的话，他会有很多新鲜的痕迹。这都是流浪者他们捡过来的这些行李啊，这些东西。这个被子上面很多灰尘，应该有段时间没来了。他有可能有2、3个临时落脚点。下次我再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再会去看看。你想不想跟你家里打个电话？跟他认识已经有1年多了。你要不要跟你姐夫打个电话呀？今年4月份，终于他就是说了几句话，后来被我们的网友后来听出来他的口音，又掌握了他的信息，联系到他的妹夫他们。他那边就是说要过来接他，然后我这次过来发现他还在那边，他跟他妹夫视频聊天的时候，看他一直在笑。要不要？你说要啊？你刚才说要回家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他不愿意回家，就算是他家人来接他，劝说不了他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从一开播到现在，每天都有质疑，但是我一直坚信吧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也认可了我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都是不愿意交流的，所以我们往往会先给他发烟，然后再问一下他有没有吃饭，这些他们也是很有尊严的，只要他愿意跟你聊，就有可能能够帮助他回家。去年大概这个时候，他大概有40多岁了。刚开始他就是不怎么搭理我，每天给他送吃的呀，然后跟他交流啊。后来他就告诉了这个地址，网友就联系上他那边了。他有父母，70、80岁的父母，每天都在外面就是寻找他。弟弟过来的那一刻，他弟弟都哭了，硬要跪在地上给我们磕头。千万别！虽然流浪，家人一直在牵挂的心，永远都没有断过。很多流浪者，他们都渴望回家，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去，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家人。不管是人生路，还是现实的马路，他们是忘了回家的路。有些时候，像我发现流浪者还没有掌握到信息的时候，我也会在他附近搭个帐篷，那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的动向，而且这样还能够增加这种信任的友谊吧。我这次出来是有1个半月没回家了，大概还要1、2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回家，刚好那时候小孩也差不多放寒假了。现在流浪者比原先是越来越少了很多，所以说等以后流浪者少的时候，我就退休了，我就在家里了。